听我办西话，打发无聊吧。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泛无聊。感谢萨克巨人支援的四骑士系列里边的一个玩具贝罗达赫达奇，外包呢是一个很少女粉色系的这么一个色调搭配，背面呢就是这个达奇的一个漫画峰会。从后面这个漫画峰会你就能看出来，这个达奇啊是一个很敦实的个子不高的这么一个小矮子。内包呢分两部，一个是装主体的，我们就不展示了；一个是装这个配件的，可以看出来有一个盾，有一把剑，还有两个替换的护腕，还有这个大犄角。这个大犄角因为没有说明书，我也不知道是往哪儿安，全身上下找了半天，跟这个大犄角的缺口相符合的地方也没有。这两个大犄角呢做的这种骨质感很强啊，一看就是给你的感觉呢，一眼就看出来这是一个很年长的腐败的那种发黄的死人骨头的那种感觉，质感做的是不错的这两个犄角，但是实在是没找着这个跟主体相配合的地方。这个呢是一个盾牌的握把，与盾牌连接，握在手里，它跟盾牌的连接呢就是这样。你安装住盾牌以后觉得很紧实，但是放到手上啊，你稍微做一些动作就容易剥拉掉，就感觉很松。盾牌的正面啊是一个鬼怪的面具，这个鬼怪面具啊又像这个龙又像这个鸟，但是更像鸟，使我想起了西行记里边那个吃龙的迦楼罗那种鸟的脸啊，跟那个感觉是一模一样的。我们把主体拿上来，很明显这就是一个小矮子，这就是今天我们要看的这个四骑士一个系列里边的角色贝罗达赫达奇。这个角色的来源呢，就是死亡之神最小的儿子，种族未知，派别不死教会。而且这个人物啊，萨克巨人还给我科普了一下他的传记。这个达奇呢，与他的双胞胎姐姐兽王贝露斯一起被放逐。作为尼克罗米诺斯最小的孩子，这个尼克罗米诺斯就是死神。这对双胞胎总是陪伴在父亲的身边。他呢是他父亲死神身边的典狱长，他时刻准备摧毁任何敢于反对他家人或者他们教义的人。封印解除后呢，死神带领着他和他姐姐和其他兄弟姐妹重逢，死神六子再次行走在神话世界当中，说明这是一个心中有信仰、很维护家人的人就是谁敢伤害他的家人或者反对他的家人，全部干掉；谁敢违反他心中那种如同信仰一般的教义全部干掉。这是一个很执着的这么一个角色。简单介绍完这个角色以后，我们看看这个玩具的表现。先看这个头雕这个头雕是一个很大的钢盔，你感觉里边就是套了一个很瘦弱的没有什么肉皮的骷髅脑袋。但是呢，这个钢盔是揭不开的在钢盔头顶两端呢，依然是充满这种腐朽骨质的这个两个小犄角。这一圈这叫什么呀？胸甲还是叫什么带围脖这一圈这种骨质的刻画呢，就不如头上这个小犄角还有那个大犄角了。但是这个是活的居然能活动一些这圈围脖。这儿呢有两个小犄角，上面套了两个保护的塑料管，我就不给萨克巨人拆了。接着我们看身上的刻画，正面这个小围脖甲就不说了然后是身上的这个胸腹这块呢，这个甲就刻画的相当胶质感了，就没有那种金属甲的感觉。整体呢，这个玩具的胶质感就特别强。你别看它做出了这种黑色的，好像类似于魔界钢铁那样的盔甲，而且它为了区分还做出了这种胶皮带锁盔甲的这种胶皮带。但是呢，刻画一眼望去就是满满的胶质感我虽然没怎么拍过四骑士，可能就印象里我就拍过一个孙悟空，但是呢不代表我没玩过这个四骑士，因为少妇白洁有一段时间疯狂的玩这个四骑士。这个四骑士玩具拿出来，虽然造型各异但是它有一个统一的这个特性就是满眼的胶质感很强烈。但是呢，少妇白洁玩的那些四骑士呢，它就是比这个小。然后萨克巨人给我科普了一下少妇白洁玩的基本都是6寸的，这个是9寸的。虽然个儿大但是便宜据说是400块钱跌到380了。说完这个我对四骑士的感觉，我们接着往下看。腰带这儿做了一个是不是魔界之眼还是死神之眼
这个腰带做的皮质感强一些，这倒是无可厚非的。这把剑做的是相当可以的，作为一个380块钱的玩具来说，无论是刻画还有剑上面经过无数次战斗的损伤，都给你展现的淋漓尽致。包括这个剑颚吧，这个部分还是叫剑的护手这个部分啊，它刻画成一个魔界龙头啊，长着这种蝙蝠翅膀的这么一个造型。但是这个剑最大的缺点还是胶质感满满。我们再看这个腿部啊，明显一看这个腿啊，你有一种感觉就是上半身长下半身短啊，这孩子个儿不高啊，可惜了这么疯狂的背景了啊。从另一个方面也说明啊，死神的基因不行呀，这孩子个儿都不高呀。也是胶质感满满的这种裙甲呀、小腿护甲呀和这个好似是有铁质感靴子的这个刻画，倒是相对于其他胶质感盔甲的刻画来说啊，这个靴子的刻画让你是有一种那种魔界钢铁的感觉了，就有一种金属质感觉的那种存在了，不像其他一眼望去满满的胶质。最有金属刻画的感觉呢，就是这个。这叫什么呀？这个部分的甲实在是叫不上来，刻画出有一堆铁链啊，层层叠叠编织而成，然后后面还给你带了一个最廉价的红色兜裆布啊。这个兜裆布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带这个兜裆布，其实我觉得没这个兜裆布会更好看一些。别看这玩具380，但是刻画的怎么说呢，比较细致了啊。大臂内肘处居然有这种铁锁链甲的刻画，我真是没想到。而且锁住链甲的这种胶皮捆带啊，都有刻画。手部这个护腕是活的啊，我是为了拿盾方便，把这个2个角放到里边。你要是不拿盾牌呢，你就可以把这个角放到外面。这个手呢，就是你转起来没问题啊，就是松。然后我想说的就是这个剑跟这个盾啊，我不知道是不是他要拿到这个特定的手里头啊。这个盾放在这个手是没问题的，但是这个剑啊，我死活就塞不进这个手里头。但是塞这个手呢，就特别好塞，所以说我不知道是不是他特定的啊，这个手必须是拿盾的。我们看一下后背，因为是380块钱啊，后背这些盔甲就更简单了，基本没什么刻画。唯一值得夸耀的是哪个地方呢？是这个地方啊，就那个围脖那一圈啊，背后是一个骷髅脑袋，刻画的居然有这种钢铁质感了。我不知道他这个涂装呀还是怎么回事，怎么弄的，就是你放在这种大块的这种铁甲上面啊，满满的胶质感，就是他想用涂装营造出那种魔界暗黑钢铁甲的那种感觉，但是满满的胶质感。但是这个小骷髅啊，你一眼望去就是那种满满的铸铁感觉啊，就是80后我们以前见过那种铸铁的水管啊，或者是弯头，就那种感觉啊。如果你是一个开火车的，或者你是车辆段的话，你就有一种感觉啊，这个小骷髅头的这种金属质感跟那个风管头啊是一模一样的，真的。一个小小的骷髅头居然刻画出这种金属质感了，相反涂装用到这种大盔甲处啊就没有这种质感。我没想到在膝盖弯处这儿啊，居然也做了这种链子甲的刻画。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可动，可动啊有意思，这条腿啊往回窝就特别难啊，就特别难。刚开始我都不敢窝，我怕给萨克巨人掰断。这条腿呢，哎，就很简单，虽然有一定的阻力啊，但是你知道你能掰动。这条腿就不行啊，你是能掰动，但是你得下决心去掰啊。刚开始我都不敢掰，2个脚倒是没问题，有一些这种阻尼感很强的左右摆动，松紧程度是一样的。然后我们看这个手啊，就是小臂跟大臂的连接啊，肘关节，这个一样也是没问题的。虽然有一定的阻尼感，但是你感觉你能掰动。到了这面呢，就有这个膝盖的感觉了。相对于这只手来说呢，这个就更紧实一些啊。也是刚开始我都不敢掰，我以为是怎么回事，但是掰活几次以后啊，你就敢掰这个手了，比这个腿呢就相对来说松一些。然后呢是这面这个手啊，也比这面这个手紧，你转几圈啊，也不至于说转掉了，不像这个手啊，调整几圈，嘣儿自个儿就出来了。还有就是这个太松啊，你感觉就随时随地能拆下来那种感觉啊，一拎就来回颤。其他嘛就没什么可说的了，这个玩具，因为我不是玩这个四骑士的行家，具体四骑士业界有一个什么样的玩具标准评判呢，我也不知道。
我只知道的是啊，想当年四骑士疯涨了一波啊，就连少妇白洁玩那个6寸、7寸那种小人啊，也是疯涨。过了这么长时间啊，我没想到四骑士就能变成这种价格，380，真的380这个东西，我不知道以我刚才说出的这种玩具的质感，还有这种素质，还有各个关节的可动啊，在四骑士业界是一个什么样的标准，值不值这个380？反正呢，因为我对这个四骑士也不懂嘛。也没什么爱，我就觉得这个380，如果按照当年四骑士疯涨那个情况又调回来，你如果喜欢这个角色的话，380我倒是觉得不亏啊。毕竟这个胶质感啊，我负责的跟你们说，就这个钢铁色盔甲的胶质感，你如果手里边有这个 InArt 黄金甲胄版齐天大圣的话，就那个盔甲，你拿到手里边那种胶质感啊，就满眼望去金黄色的胶质感，跟这个一眼望去魔界黑铁色的胶质感大差不差，我只能这么说啊。而且摸起来，这个达奇的这个盔甲啊，比那个黄金甲胄版的那个孙悟空的盔甲还稍微硬一些、韧一些啊。不像那个黄金盔甲，你摸上去就那种软韧那种感觉啊，就没有那种盔甲的质感。这个好赖还硬一些，你摸上去虽然它看起来是满满的这种胶感，摸上去你还有一种硬邦邦的感觉。所以说呢，它的这种特点我都说出来。至于值不值380呢，我也不做评论啊，因为我不是这个四骑士业界的人。这个达奇说完以后，我们说一说这个四骑士的神话军团啊，这也是萨克巨人给我科普的。说这个世界啊是由黑暗男神和光明女神创造出来的。然后呢，两个神相爱之后啊，光明女神关注点在其他生物身上，可能这个黑暗男神啊能力不行啊，这个男神就怒了啊，我虽然床上不行，但是我可以进补呀，你就这么不爱我了吗？然后呢，黑暗男神就召唤出来4个黑暗神啊，自个儿的4个小弟：死亡之神骷髅死神、战争之神炎魔、饥饿之神吸血鬼女神、瘟疫之神苍蝇，并对这个世界啊发起了战争清洗啊，就属于无能狂怒啊。光明女神一看这不行呀，你不能破坏我与其他生物的乐趣，也召唤出来4个2级神：狮神、羽蛇神、鹿神、金鹰神进行对抗。这就是这个世界的第一次大战啊，就是这个四骑士所创造出来的世界的第一次大战。然后呢，只有累死的牛，没有耕坏的地啊。光明女神毫无疑问地取得了胜利，并把这个在床上能力不行的黑暗之神和4个小弟进行了封印。多年过去啊，故事为了进行，这4个邪神的追随者分别衍生出来4个邪恶军团：骷髅的不死教会、瘟疫之神和苍蝇的邪恶密社、饥饿之神的吸血鬼伊利西亚血族、战争之神炎魔的毁灭军团啊。这4个军团就把这4个邪神又放出来了。为了故事的延续性，我们要对光明女神发动第2次大战啊。简单了解一下啊，我觉得是四骑士这些人物其中一个系列的这个原创故事吧，它不代表所有的这个四骑士出过的人物的这个故事。不知道怎么着啊，这个萨克巨人居然喜欢这种东西啊！在我印象里，他除了变形金刚就是 SHF 七龙珠呀，这怎么就突然喜欢这个四骑士了？萨克巨人的爱好也是越来越广泛了。其他嘛，这个玩具我是真聊不出多少来了，毕竟聊玩具的基础就是一个你对它的了解和热爱。我呢对这个玩具是1没了解，2没热爱，
所以就不能像解说变形金刚那些玩具一样啊，激情满满了，只能是如同寡汤炼水一样的给大家做这么一个玩具的拍摄。那么这期就是这样，我们下期再见。